世界上亿万富翁都会住怎样的酒店？和我们普通人住的酒店有什么区别？为了寻找出这些不同之处，小伙来到了新加坡，打算亲自体验一番。不仅有海底世界房间，更有一条通往机器恐龙的未来森林步行道。小伙先是来到了新加坡海滨金沙酒店，这也是新加坡的地标建筑，分别由3座相连的大酒店组成。从顶部看，形似一条大船，很多亿万富翁和名人都喜欢来这里。里面还有一条未来森林步行道。刚一走进房间，窗帘便会自动打开，外面的景象同样非常不错，并且电视机也是超大的，在这里看场球赛同样非常享受，甚至就连遥控器都是金色的。里面的一切装饰都十分炫酷，整个房间都充满了智能化的设备，这也令两人兴奋不已。来到窗外后，更是看到了宜人的景象，还有这热带雨林建筑群，超大的瀑布更是让人难以置信。机器恐龙看上去也十分逼真，甚至给人一种恐惧的感觉。顶部更有着一个超大的无边泳池，足足有500英尺长，同时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屋顶无边泳池。在这里能够俯瞰到整个城市的容貌，并且还有专业的摄像师进行拍照。时间很快来到了傍晚，晚餐同样堪称丰盛，夜晚的灯光也是非常炫酷。时间很快来到了次日清晨，两人在简单的吃过早餐后，便来到了酒店的大型购物中心，在这里逛上一天都不会觉得累，甚至还有一些专门售卖奢侈品的店铺。之后便结束了这完美的一天。下一家酒店名叫1号酒店，这家酒店更是非常昂贵，在这里还能够欣赏到巨大的水族馆，甚至还有整个新加坡最豪华的餐厅，同时还能够获得24小时私人管家服务。接着便驾驶一辆电瓶车，将两人带到了今天居住的海景套房。然而刚走进去，里面很是阴暗，只能看到一扇被遮住的窗户。但是当打开窗帘后，这里竟然是一个地下水族馆房间。看到各种鱼类时，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，光是躺在这里就能忘却一天的烦恼，甚至还能在这里一边享受食物一边欣赏鱼群的景色。如果你以为只能欣赏鱼儿时，那么你就错了，这里的其他设施也堪称豪华。顺着楼梯来到楼上，这里就是客厅，同时有2张沙发，室外的私人阳台，还有一个按摩浴缸。在这里能够享受到人间的无尽快乐，仿佛自己身处在海洋世界里。不仅如此，食物堪称精致且奢华，每一样餐食都像是博物馆艺术品一样，眼睛一闭一睁。时间来到了次日清晨，同时收到酒店发来的消息，管家已经守候在房间外面，等着带他们去吃早餐。这里的餐食品种众多，在饱餐一顿后，也终于到了该要离开的时候了。接着便前往下一家酒店，该酒店是在丛林中放松的名人建造的，泰勒夫妇每晚更是花费14000美金住在这里，并且川普和80后也在这里举行过首次会晤。面对如此众多名人都在这里居住过，小伙便打算一探究竟。最便宜的房间也需要花费1000美金。走进房间，映入眼帘就是这完美的景色，整个房间的设施全都可以通过这个 iPad 控制，床也非常柔软，房间里的一切也可谓是应有尽有，甚至还能够坐在马桶上观看电视，设计者真是个天才。淋浴间还有2个不同的淋浴喷头，从未享受过如此强劲的淋浴。接着小伙来到了一些名人居住过的地方，每晚的价格更是高达3万美金。这里的休闲放松区域同样是必不可少的，小伙赶忙进入到泳池里放松一下，在这里游泳简直就是极致的享受，看上去更像是一艘宇宙飞船。就这样时间很快来到次日早上，接着便打算去吃早餐。走在路上还发现了很多动物自由的散步，接着便来到了登上米其林指南的酒店餐厅，这也就意味着这里的食物将会非常美味，水果、咖啡以及各种主食简直一应俱全，蛋糕非常蓬松，同时也给了两人极致的体验。最后小伙来到了最豪华的酒店，这里就是来佛士酒店，曾经接待过女王等皇室成员而闻名，并且女王每次来到新加坡都会居住在这里。酒店里有各种高档店铺，很快小伙便来到了自己预定的房间门前。进入到房间的第一印象就是房间并不大，但是天花板绝对属于天花板级别的。这家酒店至今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了，不过配套的设施却极具现代感，浴室也设计得很漂亮。这里能买到的最便宜的东西就是自制冰淇淋了，售价约为12美金。推开房门，有着一个很大的私人阳台，还有一个令人惊叹的庭院观景平台。休息区还放有几张古老的椅子，同时健身房也是必不可少的，同样有着超大的泳池。酒店内还开有一个主题礼品店，小伙在这里购买了一顶帽子，之后便和女友享用了一顿丰盛的晚餐后，也结束了为期几天的体验之旅。那么问题来了，面对众多豪华的酒店，你最喜欢哪一家呢？